楚风兄，真的无碍吗？相比于楚风所说的先机，秦玄和宇文炎日更关心楚风的身体状况。真的无碍，给我一点时间，就彻底没事。楚风话音落下，便干脆盘膝坐于虚空之上，一只手继续捂住眼睛，而另一只手捏动法诀，开始认真治疗。片刻后，楚风气息开始恢复，眼睛也停止流血，尽管脸色依然苍白，眼中还有不少血丝，但比之先前却是强了太多太多。我说了没事，楚风笑着说道。他现在确实好多了，除了一定时间内不可以再使用天眼，身体也较为虚弱外，其实基本正常，没事就好。楚风兄弟，你说的先机是什么？见楚风当真无碍，秦玄也是关心起楚风所说的先机。你之前的猜测是正确的，待的时间到了，这里应该会有变化，我应该是发现了会变化的地方。随后楚风大袖一挥，勾勒出2张地图，分别递给了秦玄和宇文炎日，上面标注出了可能会出现变化的地点，但这些地点也是有区别的。根据楚风猜测，后面此地会展现出不同的好处，但好处也有高低之分，他们所在的位置乃是好处汇集最为密集的地方，由此向外，好处会越来越差。因此就算楚风刚刚动用天眼，无法观察到整个世界，但最起码较好的地点也已经被他们提前得知。当然，楚风他们出现在这里也并非是巧合，楚风之前观察就已有感觉，他是故意选择在这里的。事实上，他的选择也是正确的。本来楚风还想在这些最有可能出现好处的地点之间布置传送阵，可忽然虚空之上传来震荡，抬头望去，浩瀚虚空尽皆被结界之力所覆盖。紧接着，结界之力自虚空落下，笼罩住了整个世界，那是传送之力。当传送之力散去，楚风周围场景已发生变化。他来到了一座广场之上，抬头观望，他应该还在那空间世界内，但是此地却是楚风先前没有来到过的地方。这里距离楚风他们先前所在的位置较远，不过四下观望，这里却更像是空间世界的中心区域，至少这四周的建筑以及景色都更加唯美。传送之力笼罩这片广场，伴随传送之力纷纷散去，出现在楚风身旁的可不只是秦玄与宇文炎日2个人，密密麻麻的人影不断浮现。当一切停止之时，已有近万人出现在了楚风两侧，但在楚风的对面还有一伙人马出现，人数虽不如楚风这边多，但也有1000余人。在对面那伙人中，楚风不仅见到了10几个身穿红色长袍、头戴红色斗笠之人，也见到了赵竹英，只不过赵竹英戴着兜帽，乃是伪装状态。除了赵竹英和红魂宗的人外，其他人马从穿着来看，也都不像是当代势力，对面的多半都是远古小辈。看来这神之时代是要搞事情啊！楚风判断这传送阵法是有意将当代小辈与远古小辈区分开的。宇文兄，王强真的进来了吗？楚风暗中询问，他觉得进入这空间世界的小辈应该都被传送至此，但他却并未寻得王强的身影。来了呀，与我一同进入的，该不会还有其他的空间世界吧？宇文炎日觉得以王强的实力，不可能无法到达至此，除非此地并非唯一的空间世界。楚风，是楚风！伴随几道声音响起，很快所有人都注意到了楚风他们这边，于是楚风周围的人群顿时炸开了锅。这片当代小辈组成的人群瞬间分成了2个派系，其中一伙人立刻跑到楚风和宇文炎日等人的近前，比如神体天府与苍穹仙宗的一些小辈，他们主要是跟随秦玄和宇文炎日。当然抛开神体天府和苍穹仙宗的小辈，也有许多是崇拜或是对楚风感到好奇的小辈。至于另一个派系，则是纷纷远离楚风，是想与楚风撇开关系。这其中自然以7界圣府的小辈为首，但楚风注意到7界圣府的小辈之中，凌霄、界天以及界宝宝都没有出现。楚风是那个征服了麦之本源的楚风吗？一道充斥疑惑轻蔑的声音自对面响起，正是那10几个红袍人之一，他站在10几人中央，且他的斗笠与其他人有所区别。楚风猜测，这位搞不好就是那位红魂宗的少主，但将好奇目光锁定在楚风身上的可不只是那些来自红魂宗的红袍人，其他远古小辈同样在打量着楚风。楚风并未理会他们，而是抬头望着虚空，他发现头顶之上那本覆盖世界的结界之力正在汇集，而汇集的中心正是他们的头顶。不用猜也知道，当力量汇集完成之际，指引也将会浮现。只可惜楚风天眼此时不能使用，不然也许能够窥探出一些天机。喂，我家少主与你说话呢，你聋了不成？眼见楚风不予理会，一个身强体壮的红袍人怒声开口，而他这句话更是坐实了那位红魂宗少主的身份，并且为了彰显实力，那强壮的红袍人更是将气息释放而出。虽然只是气息，但却瞬间横扫八方。莫说当代小辈面露惊慌，就连远古小辈也是感到震惊，因为那位的修为达到了9品半神，这个实力在之前那可是凌驾于所有小辈之上的水平。只是他气息刚刚释放，便被红魂宗少主伸手拍了拍肩膀。唉，你何必动怒？他不是聋，只是怂，不敢承认他是楚风罢了。话罢，红魂宗少主看向楚风，我说的没错吧？楚风说这番话的时候，他语带轻笑，尽显讥讽。他这样的行径使得早就与红魂宗结怨的秦玄面露不悦，宇文炎日更是直接向楚风询问，楚风兄，要我帮你教训他吗？不用理会。楚风道，
可楚风此话一出，却立刻引得那红魂宗少主的不满。哎呦，好大的口气啊！本来没想对你们出手，但你们如此狂妄，若不给你们一些教训，还以为我们远古武者怕你们不成？红魂宗少主说话间，看了一眼那位强壮的红袍人，强壮红袍人也不废话，直接将威压释放而出，直奔楚风等人而来。可那威压还未靠近，便被拦了下来。于是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赵竹英，他们都能感受到是赵竹英拦下了那位的威压。只是除了楚风和宇文言日外，并没人知道赵竹英的身份，所以众人的目光更多的是好奇与不解。虽然没人感受到赵竹英具体的修为，但能够挡下那位九品半神的威压，他们也都明白，这位也是极其强大的存在。